人类可能早就和外星文明接触过了。这是最近一位美国众议员公开提到的。按他的说法，外星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的理解范围。之所以不公开，只是怕引发恐慌。这件事真假先放一边，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甚至来过，那他们到底会是什么东西？你以为这根本没法猜？错了，因为生命怎么长，文明怎么发展，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自然界背后一直有一条很硬的规律，形式追随功能。简单来说，生命从来不是乱长的，什么样的环境就更容易造就什么样的生命。重力、温度、光照、辐射、资源竞争都会一点点决定一个物种最后长成什么样。所以外星人未必和我们一模一样，但他们也未必会离谱到完全无法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们也要生存，也要感知世界，也要争夺资源，也要发展工具，那他们身上很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和我们非常相似的结构，比如眼睛，比如抓取器官，比如处理信息的大脑。这并不神秘，因为你自己就是形式追随功能的结果。你为什么有手？为什么手上偏偏还有能配合抓握的手指和拇指？因为你要拿东西，要操作工具，要完成精细动作。你为什么有腿？因为你要移动。为什么有消化系统？因为你要把外界的物质变成自己的能量。为什么有大脑？因为你要判断、记忆、计算、解决问题。包括你的心脏、骨骼、肌肉，几乎身体里的每一部分都不是随便长出来的，它们是被环境、生存和竞争慢慢筛出来的结果。什么有用，什么就更容易留下来；什么没用，什么就更容易被淘汰。达尔文当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注意到，不同雀鸟的喙长得完全不一样，有的又粗又厚，适合砸开坚硬的种子和坚果；有的更细更尖，适合伸进缝隙里找虫子。同样都是鸟，最后却长出了不同的工具，不是因为它们想长成那样，而是因为它们面对的生存问题不一样。环境在出题，生命只能交答案，而且有些答案大自然不只会写一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眼睛。只要一个世界里有稳定的光，谁先学会看见，谁就更容易找到食物，躲开危险，在环境里活下去。所以眼睛这种东西在地球上并不是只出现过一次，科学家认为眼睛曾经被独立进化出来很多次。也就是说，不同祖先、不同路线的生命，最后却都收敛到了看见这件事上，这就叫趋同进化。而眼睛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鸟和蝙蝠亲缘关系并不近，但都长出了翅膀。蝙蝠和海豚生活环境差得很远，却都发展出了回声定位。连光合作用也不是只出现过一次，考拉甚至还有和人类非常接近的指纹。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有些选择压力本来就是普遍存在的，只要问题相似，答案就有可能相似。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外星生命虽然未必和我们长得一样，但他们也未必会离谱到完全无法理解。如果一个外星文明也需要感知世界、争夺资源、制造工具、处理复杂信息，那他们身上很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和我们类似的结构。不一定真的是5根手指，但大概率会有某种能抓、能拿、能操作的器官。不一定真的是人脸，但大概率会有某种高效接收外界信息的感觉系统。不一定真的是人脑，但大概率会有某种负责整合信息、分析判断的处理中心。所以科幻作品里那些类人外星人虽然经常被吐槽偷懒，但从生物学角度看，这种事还真未必完全离谱。如果某些生存问题在宇宙里本来就是共通的，那么不同星球上的生命确实可能在进化的尽头走出一些相似的方向。当然，相似不等于照抄，星球环境一变，生命的样子也会跟着变。如果是在低重力世界，那里的生命可能更高、更轻，因为支撑身体、运输体内物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都更低。但如果是在高重力世界，生命就可能更矮、更壮、更结实，骨骼更密，结构更紧凑，甚至干脆往水里发展，因为在水里重力带来的负担会小很多。
如果一颗星球离恒星更远，光线更弱，那里的生命可能会长出更大的眼睛，或者干脆不再依赖视觉，而是更依赖回声定位、热感知，甚至别的我们还没见过的感知方式。如果一颗星球的轨道很椭圆，冷热变化剧烈，那里的生命可能会更擅长休眠，更耐极端环境，甚至演化出接近半停机的生存能力。温度也会塑造体型，寒冷环境里大体型通常更容易保温，炎热环境里小型化反而更容易散热。如果一个世界磁场弱、辐射强，那里的生命也可能会变得寿命更短，迭代更快，用更快的繁殖和筛选速度去硬扛更恶劣的环境。所以说到底，外星生命不是不能猜，而是不能乱猜。但这条规律影响的还不只是身体，它甚至会继续往上，影响文明怎么长出来。同样都是人类，不同环境里长出来的文明，技术路径都可能差很多。有些地方土地更容易耕种，社会就能更早腾出一部分人，不用把全部精力都压在生存上，于是才有更多人去发明、去研究、去积累知识。有些地方燃料丰富，工业革命就更容易发生；有些地方硅、金属、稀有元素更容易获取，技术发展就可能更快。资源条件会直接影响文明往哪条路上走。所以，一个真正发展出智能的外星种族，它的文明也不会是凭空长出来的，它大概率也是在竞争中胜出，在资源约束里成长，在环境限制下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一旦走到这一步，他们多半也会开始追求更多空间、更多能源、更多资源。这种想法后来就催生出了一个很经典的尺度——卡尔达肖夫指数。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达肖夫在1964年提出，可以按照一个文明掌控能量的能力对它进行分级。一级文明能充分利用整颗行星上的能源，而人类现在严格来说还没到这一步。二级文明能利用整颗恒星的能量，比如很多人熟悉的戴森球，本质上就是这种想象。三级文明则能调动整个星系的能量，再往上还有人继续往后加，四级文明可以利用整个宇宙中的能量，五级文明甚至跨越多个宇宙，再往后的那些设想基本已经接近神了。如果真有这种级别的文明，那他们和我们的差距可能根本不是先进2个字能形容的。而这也带来一个不太舒服的结论：如果宇宙里真的存在比我们高很多级的文明，那他们看我们，也许就像我们看细菌、看昆虫，未必有敌意，但也未必会把我们当回事。不过，外星文明的发展也未必只有一条路。我们总喜欢把高级文明想成不断扩张、不断征服、不断吞噬资源的样子，但这未必是唯一答案。并不是所有文明都会永远向外冲，也可能有一种文明在技术高度发达之后，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内部，它不再疯狂扩张物理疆域，而是转向信息、意识、虚拟空间，把越来越多的活动放进一个高度复杂的内在世界里。对于这种文明来说，进步未必表现为占了多少星球，而可能表现为知道了多少、理解了多少、处理了多少信息。也就是说，文明的高级不一定只体现在占了多大地盘，也可能体现在把认知推到了多深。说到底，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外星生命到底存不存在，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想什么、会走哪条路。但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头绪，那就是只要生命真的存在，它就不可能完全脱离规律，它一定会被环境塑形，被资源限制，被竞争逼着进化，被问题逼着给出答案。所以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真的遇到了外星文明，他们身上很可能也有一些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智慧生命都在回答同一类问题，但这还只是第一层推演。更大的问题是，智慧生命到底有多罕见？因为从一颗普通行星到真正诞生出能仰望星空、思考宇宙的文明，中间要跨过太多门槛。但它又不是纯粹的不可能，因为它至少已经发生过一次，你我本身就是证据。问题是，这种事在宇宙里到底罕见到什么程度？是只发生过这一次，
还是说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里，早就有别的文明也在抬头看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把生命这2个字放宽一点，因为我们不能默认宇宙里所有生命都必须和地球一样。地球生命离不开水，但这不等于别的世界上的生命也一定非水不可。它们也许依赖的是别的溶剂、别的化学体系，甚至别的能量交换方式。只要一个系统会获取资源，会生长，会复制自己，那它就已经很接近我们要讨论的生命了。但从会生长复制的生命走到能和我们通话的文明，中间还要跨过很多关。它得先出现在一颗合适的星球上，它得有稳定的能量来源，它得在竞争中不断进化，它得发展出更强的感知、更强的判断和更强的解决问题能力。它还得活得够久，不能在技术成熟之前就被撞来的小行星、全球冰封、超级火山，或者它自己干掉自己。最后，它还得发展出技术，愿意对外发信号，而且这信号还得持续足够久，久到刚好被我们接收到。这就是德雷克方程式想干的事。它不是直接回答外星人在哪儿，它是在拆问题，把宇宙里有多少个能被我们发现的文明拆成一连串更小的问题，然后把这些概率一项一项乘起来。他问的是，每年会诞生多少颗适合生命发展的恒星？这些恒星里有多少真的带着行星？这些行星里又有多少颗环境合适？环境合适的里面有多少真的诞生了生命？诞生生命的里面又有多少一路进化出了智慧？有智慧的里面有多少会发展出技术，开始向外发信号？最后，这样的文明平均能活多久？把这些全乘起来，理论上你就能得到一个数字。此时此刻的银河系里，到底有多少个文明正在以某种方式对外发声？先看前面几个参数，这一部分相对还算有天文观测支撑。银河系里每年大概会诞生几颗适合生命发展的恒星，这里先取一个中间值5，接着是有行星的恒星比例，这个值现在看并不低，这里按 0.9 来估。再往下是每个恒星系统里真正适合生命的行星数量，按比较保守的估算，大概是 0.003， 到这里还算好。真正麻烦的是后面几项，因为后面这些我们几乎没有样本，比如生命出现的概率，我们只知道地球上出现过生命，而且地球一冷却下来没多久，生命似乎就冒出来了。这会让人觉得生命也许并不难出现，但另一边也有个很刺眼的事实，就我们目前所知，地球上所有生命好像都能追到一个共同祖先，也就是说，在这个星球上，从无机物跨进生命这道门槛，我们目前只看到了1次成功案例。所以这件事到底是很容易发生，还是极其偶然，现在根本说不死。如果按更悲观的估法，干脆把这个概率压得很低，直接取成了100万分之一。再往后是智慧出现的概率，这个也一样难。地球上会解谜、会用工具，甚至能表现出一定认知能力的动物并不少，章鱼、猿类、某些鸟类都挺聪明。但如果你的标准是不仅聪明，还得聪明到能建立技术文明，能向宇宙发信号，那地球目前也只有一个样本，就是人类。所以如果沿着这条悲观路线继续往下算，再次给了一个100万分之一，然后是技术通信的概率，这一项反而给得高一些。因为一个智慧文明只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实不一定非要故意打招呼，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暴露自己。工业活动会改变大气成分，无线电会向外泄露，卫星会挂在轨道上，甚至像人类这样还会主动往外发消息，比如1974年的阿雷西博信息。所以把这一项设成了 0.7。 最后一个参数是最要命的，文明能活多久？这件事我们现在完全没法验证，因为人类自己还没走到结局。我们不知道一个技术文明到底会在核战争里提前结束，还是能熬过灾难扩散到别的星球，最后活上几百万年、几亿年，甚至更久。但这项参数的威力极大，因为文明活得越久，被别人撞见的概率就越高。一个质量100年的文明和一个能持续100万年的文明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而这也正是德雷克方程式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你看到宇宙到底是空的还是满的。很多时候根本不是由前面那些天文数字决定的，而是被后面几个你根本拿不准的概率一脚踹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先按悲观路线来算，生命出现很难，智慧出现也很难。在这种设定下，哪怕文明的寿命长得离谱，最后算出来的结果依然接近零。也就是说，银河系里现在能被我们接收到信号的文明可能一个都没有。宇宙不是没人，而是彼此活得太稀、太散、太错开了。但只要你把前面两个概率稍微改一下，结论会瞬间翻脸。如果生命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智慧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结果就不再是零。哪怕一个文明平均只活1000年，银河系里也可能同时存在9个能通信的文明。如果文明一旦跨过某个门槛，就能像功能性不朽那样持续很多很多年，那这个数字甚至可能一下冲到945万个。这就是德雷克方程式最迷人的地方，它没有真正替我们解答宇宙里有没有别人，但它把这个问题从一句空想硬生生拆成了一堆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逐项收窄的数字。它最后给出的不是一个确定答案，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宇宙。第一个宇宙里，银河系安静得可怕，智慧生命少到几乎互相碰不上，我们也许真的是附近唯一能开口说话的那一个。如果真是这样，人类恐怕更该学会别先把自己弄死，因为在这一大片黑暗里，能彼此看见的可能只剩我们自己。而第二个宇宙里，文明并不罕见，只是它们分布得很远，存在得很短，或者它们的信号方式和我们根本对不上。可如果它们真的很多，那它们都在哪？这就是费米悖论。不是说宇宙里一定没有外星人，而是说，如果它们真的很多，那按理说我们早该看到一点动静了。一种解释很冷，也许宇宙里的文明不是不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因为只要一个文明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它就等于把坐标贴在了自己头上。而对于真正掌握深空技术的文明来说，发动打击未必需要舰队，未必需要登陆，甚至未必需要面对面。只要把一块足够大的东西加速到极高速度扔过去，一颗星球上的生命就可能直接被抹掉。在这种前提下，最安全的策略就不是交流，而是沉默。谁先暴露，谁先危险。这就是很多人熟悉的那个答案，黑暗森林。但黑暗森林不是唯一答案，还有一种可能更绝望，他们不是怕我们，而是根本不在乎我们。技术差距一旦大到某个程度，交流本身就会失去意义。就像你不会认真去和一群蚂蚁讨论文明、历史和未来，不是因为你恨他们，而是因为差距太大，他们不理解你，你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自己。如果宇宙里真的存在这种高等级文明，那他们也许早就注意到我们了，只是根本没兴趣回应。我们以为自己在寻找邻居，可在他们眼里，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刚刚学会点火的原始物种。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文明发展到足够高之后，未必一定越来越敌对，也可能越来越合作。因为技术越强，彼此毁灭的代价就越高。一个文明越强大，反而越有可能明白，长期活下去比短期掠夺更重要。就像人类社会一路走来，也不是一直在分裂成更小的部落，而是在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从部落到城邦，到国家，到联盟，顺着这条路往前推，一个高级文明也可能会把新的智慧种族视为未来可以接纳的对象，而不是必须立刻消灭的威胁。所以费米悖论最扎人的地方，不是它有没有答案，而是这3个答案，每一个都不太轻松。要么宇宙里到处都是沉默的猎人，要么宇宙里真的有文明看见了我们，但根本懒得理，要么他们在等我们成长到配得上被回应的那一天。而在那之前，整个宇宙看上去就只能是一片安静。但还有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就算宇宙里真的有很多适合生命的世界，生命本身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这件事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已经盖棺定论的答案。
但大方向上，科学家并不是完全没头绪，因为地球上所有生命至少都离不开几类最基本的构件，比如脂肪酸、氨基酸，还有核苷酸。这些东西不止早期地球上可能有，连一些小行星上也发现过。也就是说，生命需要的原料本身未必稀缺。第一步是先出现边界，因为你想让一堆化学反应变成真正的生命，它不能永远摊成一锅稀汤，它得先把自己和外界隔开，而脂肪酸恰好就能干这件事。这类分子一头亲水，一头怕水，放进水里之后，它们会自己排好队，最后围成一层膜，形成像小炮一样的结构。这就是最原始的房间，没有墙就没有细胞，没有边界就没有真正独立的生命单元。更关键的是，这种类细胞结构甚至能自发分裂，还能把分子包在里面，提高局部反应效率。但只有边界还不够，生命还得有功能。这时候氨基酸和核苷酸就重要了。氨基酸后来成了蛋白质的基础，核苷酸则参与了 RNA 和 DNA 这样的信息系统。尤其是 RNA 很关键，因为它不只是信息载体，短链 RNA 还能够催化一些化学反应。这意味着在生命真正出现之前，地球上可能已经存在一些既能参与反应又能开始携带信息的分子体系。再往前推一步，你就会发现，生命最早需要的也许根本不是今天这种完整精密的细胞，它需要的只是几个条件同时出现：有边界，有能量，有能存信息的分子，再加上一点最关键的东西，筛选。因为如果没有筛选，再多分子也只是一锅随机碰撞，复杂性不会自己稳定往上爬。只有当某些组合更稳定，更容易复制，更容易继续存在时，选择才开始出现。而一旦有了选择，化学就不再只是化学了，它会开始朝着生命的方向偏过去。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生命的起点未必是先有完整细胞，再有代谢。有些化学反应网络本身就会优先生成能帮助自己继续进行下去的分子，这叫自催化。如果这种网络能自己维持、自己扩展，它就已经很像最早期的代谢了。也就是说，在酶、细胞器、复杂遗传系统都还没成型之前，地球上也许已经先出现了某种能自我推动的化学系统。而早期地球偏偏就给了这种事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时候的地球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化学电池，海洋偏酸缺电子，下面的地幔偏碱负电子。这种强烈的不平衡等于给早期化学反应持续提供了动力。深海热液喷口、火山区、温泉、蒸发池、地下洞穴，这些今天看起来极端又危险的地方，在当时反而可能就是生命最早冒头的舞台。更有意思的是，生命出现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早。地球大约形成于 45.4 亿年前，液态海洋大约在44亿年前就已经出现，而最早的生命可能在43亿年前左右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从地球冷却到能养生命，再到生命真的出现，中间可能没隔太久。这至少说明一件事，生命的诞生也许没有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么遥不可及。生命并不像一场纯粹靠运气的魔术，它更像是当原料、能量、边界、信息和筛选同时凑齐之后，物质在特定环境里被一步一步推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生命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更像是地球早期环境把一堆分子一点一点逼成了生命。如果生命不是魔术，而是在合适环境里可能被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那下一步要问的就很直接了，宇宙里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地方？答案是有，而且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多到超出我们最早的想象。截至 NASA 最新统计，人类已经确认了超过6000颗系外行星，光是开普勒和他后来的 K2 任务就留下了2600多颗确认发现。它真正改变的一件事，不是让我们多认识了几颗遥远行星，而是直接把整个问题的重心改掉了。以前我们担心的是宇宙里会不会根本没有别的世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么多世界里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长出了生命？
因为只要别的恒星周围普遍都有行星，那接下来的问题就不再是有没有目标，而是哪些目标值得重点看，哪些星球大小接近地球，哪些轨道位置合适，哪些可能保留大气，哪些将来值得继续去看它们的天空里到底有什么气体。也就是说，开普勒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替我们找到了外星人，而是替我们把搜索范围真正铺开了。说得更直接一点，开普勒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不是在一片几乎没有行星的宇宙里靠运气去撞一个奇迹，我们是在一个到处都是行星的银河系里，一点点筛选，一点点排查，一点点逼近那个最关键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不是只有地球这一次？当然，目标多不等于答案已经出来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没有拿到外星生命已经被确认的证据，但和几十年前相比，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猜宇宙里有没有别的世界，而是这些世界里到底有没有一个也曾经活过。我是老马，咱们下个宇宙见。